你知道吗？我研究易经这么多年了，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，很多女人来找我问命，问来问去都是同一个问题，老师，为什么我对她那么好，她却不珍惜我？我告诉你，这个问题的答案早在3000多年前的易经里头就写清清楚楚了。可惜啊，现在的人读经典，懂老祖宗的智慧，在感情里头横冲直撞，碰得头破血流，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。今天我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你，真正厉害的女人对待男人的态度就是6个字。你先别急着猜是哪6个字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知道易经64卦里头专门讲女人智慧的是哪一卦吗？很多人会说是坤卦，没错，坤卦确实是讲阴性，讲柔顺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坤卦讲的是一个大的原则，是天地之间阴阳的大道理。真正讲女人在感情中应该怎么做，藏在另外一个地方。我先卖个关子，等会儿再告诉你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女人，长得不是最漂亮，家境不是最好，学历不是最高的，但是她的婚姻特别幸福，男人对她死心塌地。还有一种女人，条件样样都好，可偏偏在感情上就是不顺，要么遇人不淑，要么婚姻破裂。这是为什么？从八字命理的角度来讲，很多人会说这是命理，有时终须有，命理无时莫强求。这话对不对？对，也不对。对在哪里呢？确实每个人的八字里头都有一个夫妻宫，这个宫位的好坏会影响你的婚姻质量。不对在哪里呢？命理从来不是宿命论，易经开篇就讲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，又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命运是可以改变的，关键在于你懂不懂得其中的道理，会不会运用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。我告诉你，那6个字就是改变你感情命运的钥匙。这6个字是不争、尊重、独立。你可能会说，老师，这6个字我早就知道了，有什么稀奇的？稀奇的不是这6个字本身，稀奇的是这6个字背后的义理。你知道为什么是这6个字吗？你知道这6个字跟易经有什么关系吗？你知道怎样才能真正做到这6个字吗？这里头的学问大了去了。今天我就从易经、命理、风水这几个角度，把这6个字给你掰开了，揉碎了，讲个透彻。你要是能听进去，照着做，我保证你的感情生活会有很大的改善。咱们中国人讲阴阳，什么是阴，什么是阳？简单来讲，天是阳，地是阴，日是阳，月是阴，男是阳，女是阴。但是你要注意，阴阳不是对立的，是相互依存。没有阴，阳就没有意义；没有阳，阴也无法存在。易经讲一阴一阳之谓道，阴阳的和谐配合才是万物运行的根本法则。乾卦代表天，代表阳，代表男性；坤卦代表地，代表阴，代表女性。你看乾卦的卦辞是什么？元亨利贞。坤卦的卦辞是什么？元亨利牝马之贞。这里头有个很重要的信息，乾卦直接说利贞，坤卦却说利牝马之贞。什么是牝马？就是母马。母马有什么特点？顺从但不软弱，柔顺但有力量。你见过马没有？马这种动物跑起来是很有力量，但是母马又特别温顺，特别听话。坤卦用母马来比喻女性的美德，意思是什么？是告诉你，女人的柔顺不是没有骨气，不是任人宰割，而是在柔顺中藏着大智慧、大力量，这就叫柔中有刚。
你再看坤卦的六二爻爻辞说什么？直方大，不习无不利。直是正直，方是端正，大是宽广。一个女人如果能做到正直、端正、宽广，不用刻意去学什么，自然万事顺遂。你看，老祖宗早就把做人的道理告诉你了，问题是你有没有去悟，有没有去做。我讲这些是要让你明白一个根本的道理，男女之间的相处，不是谁压倒谁，不是谁控制谁，而是阴阳的和谐配合。这个道理你要是不懂，再怎么折腾也没用。现在我来讲第一个关键字，不争。道德经里讲，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水是最柔弱的东西，但是水又是最有力量的东西。你看那滴水穿石，水能把最坚硬的石头给穿透。水是怎么做到的？不是靠硬碰硬，而是靠坚持，靠柔软，靠不争。女人在感情中也应该学习水的智慧。我见过太多女人在感情里争强好胜，今天要争个对错，明天要争个输赢。你争来争去，争到什么呢？争到的是两败俱伤，是感情破裂。从八字命理的角度来讲，一个女人如果命理比劫太旺，往往性格争强好胜，喜欢跟人较劲。什么是比劫？比肩和劫财都是跟自己五行属性相同的元素。比劫旺的人自我意识强，不服输，喜欢竞争。这种性格在事业上可能是优点，但在婚姻中往往是大忌。为什么？因为婚姻讲的是和谐，是配合，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你总是要争，总是要赢，那对方怎么办？我给你讲一个故事。唐朝有个诗人叫张籍，就是写还君明珠双泪垂，恨不相逢未嫁时那个张籍。张籍早年仕途不顺，被贬到偏远的地方做小官，他心里郁闷，经常在家里发脾气。有一次，他写的诗被人嘲笑，说他的诗不入流。张籍气得回家摔东西，把书房弄得团乱。他妻子进来收拾，他还迁怒于妻子，说了很难听的话，换作一般的女人肯定要跟他吵，你凭什么迁怒于我？我招你惹你了。但是张籍的妻子没有争辩，只是默默地收拾残局。第二天，张籍看到被他摔破的砚台，已经被妻子用金漆粘好了。砚台下面压着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几个字：气虽有裂，风骨犹存。张籍看到这几个字，羞愧得无地自容。他妻子用这种方式告诉他，你现在虽然遭遇挫折，但你的才华，你的风骨并没有因此而减损。从那以后，张籍每当心情不好，就会找妻子陪他出去走走，两个人吟诗作对，相互扶持，感情反而比以前更好了。你看张籍的妻子，如果当时跟他争吵，会是什么结果？两个人大吵一架。张籍本来就郁闷，吵完更郁闷。妻子本来没错，吵完也窝肚子火，这有什么好处？没有任何好处。她选择不争，选择用智慧去化解，反而赢得了丈夫一辈子的尊重和爱护。这就是不争的力量。但是你要注意，我说的不争，不是让你做受气包，不是让你什么都忍着。易经讲究度，什么时候该争，什么时候不该争，这是有讲究的。大事要争，小事不争，原则要争，琐事不争。什么是大事？涉及到家庭的根本利益，涉及到你的基本尊严，这是大事。什么是小事？今天谁洗碗，明天谁拖地，
一句话说得好不好听，这些都是小事。小事上你斤斤计较，天天争来争去，感情很快就消磨光了。大事上你糊里糊涂，不敢坚持，那就是软弱，不是智慧。所以我说，不争是有智慧的，不争是选择性的不争。从运势的角度来讲，一个女人如果总是在小事上争强好胜，她的婚姻运势往往不顺。为什么？因为争本身就是一种煞气，煞气重的人，身边的人都不舒服，都想躲着她。你的丈夫是离你最近的人，他首当其冲受到影响。时间长了，他要么变得跟你一样暴躁，要么就想逃离这个家。不管哪种结果，对婚姻都是致命的打击。相反，一个懂得不争的女人，她身上会散发出一种祥和的气场。这种气场不仅让丈夫感到舒适，还会影响整个家庭的运势。风水上讲气，家里的气场好不好，跟住在里面的人有很大关系。女人是家里的坤位，是大地，是承载一切的基础。如果这个基础稳固祥和，家里的风水就好；如果这个基础动荡争斗，家里的风水就差。所以我常说，女人不争是在给自己积福，是在给家庭积福。菜根谭里讲处事，让一步为高，退步即进步。你退一步，看起来是吃亏了，实际上是为将来的前进打下了基础。你这一步看起来是赢了，实际上可能输掉的更多。这个道理你要好好体会。现在我来讲第二个关键字：尊重。什么是尊重？尊重就是把对方当作一个完整的、独立的人来看待。很多女人在感情中容易犯一个毛病，就是把控制当作爱。她觉得我爱你，所以我要管你，你的钱我要管，你的时间我要管，你的朋友我要管，你的一切我都要管。这不叫爱，这叫控制。易经64卦里有一卦叫太卦，太卦的卦象是地在上，天在下。你可能会奇怪，天不是应该在上面吗？怎么太卦反而是地在上，天在下呢？这里头有大学问，天的气是往上走的，地的气是往下走，天在上，地在下，各走各的，反而不能交流。但是你把地放在上面，把天放在下面，天的气往上走，地的气往下走，两股气就在中间交汇了。交汇了才能产生变化，变化了才能有生机。所以太卦是大吉之卦，代表通达、顺利、和谐。这告诉我们什么道理？告诉我们，有时候你要学会放低自己，才能与对方交流配合。还有一卦叫佛卦，佛卦的卦象正好相反，天在上，地在下，看起来是正常的，但实际上是吉利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天地各行其道，互不交流，所以佛卦代表闭塞通。你在感情中如果不懂得尊重，总是高高在上，总是要管着对方，那就是佛的状态。两个人虽然住在一起，却像两条平行线，没有真正的交流和融合，这样的婚姻怎么可能幸福？从面相学的角度来讲，一个女人如果眉眼柔和，眼神中有尊重、有欣赏，她的婚姻运势一般都不差。相反，如果眉毛竖起，眼神凌厉，看就是那种不好惹的样子，她在感情中往往多波折。为什么？因为面由心生，你内心怎样，你的面相就怎样。一个内心懂得尊重别人的人，他的眼神自然是温和、包容。一个内心总想控制别人的人，
他的眼神自然是锐利的，咄咄逼人的。男人都不傻，他从你的眼神里就能感受到你对他的态度，你尊重他，他感受得到；你看不起他，他也感受得到。我再讲一个故事给你听。明朝苏州有一户姓施的人家，以织绸为业，施家的夫妻两个配合得非常好，把家业经营得蒸蒸日上。有一年，施家的生意特别好，丈夫想要扩大规模，但是他担心自己一个人忙不过来，家里的事情没人照顾。他妻子周氏看出了丈夫的顾虑，主动提出来：夫君懂得做生意，我懂得管家，咱们各管各的，互不干涉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说完，她还把自己的嫁妆全部交给丈夫，让他放手去做。后来有一次，丈夫被人骗了，损失了不少钱。他回家的时候强装镇定，不想让妻子担心。周氏早就从别人那里听说了这件事，但她看丈夫的神情，什么都没问，只是像平常一样伺候他吃饭休息。她没有追问，没有埋怨，更没有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之类的话。后来生意慢慢好转，丈夫跟她聊起这件事，周氏只是淡淡的说，做生意哪有一帆风顺，遇到挫折是正常的，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，让丈夫感动不已。从那以后，施家的生意越做越大，夫妻两个的感情也越来越好。到老的时候，儿孙满堂，成为当地有名的富足人家。你看周氏厉害在哪里？她厉害在懂得尊重丈夫做生意，她不插手。丈夫遭遇挫折，她不追问，她相信丈夫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事情，她只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。这种尊重让丈夫觉得自己是被信任的，是被看得起的。一个男人如果觉得自己被妻子看得起，他会更加努力地维护这个家。相反，如果你总是疑神疑鬼，今天怀疑他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，明天担心他是不是把钱藏起来了，他怎么受得了？从八字命理的角度来讲，女人命里的正官代表丈夫，正官喜欢什么？正官喜欢被尊重、被认可。如果你的八字里有七杀冲克正官，往往代表你跟丈夫的关系不太和谐，容易有冲突。但是命理不是宿命论，即使你的八字里有这种冲克，你也可以通过后天的修养来化解。怎么化解？就是学会尊重。你越是懂得尊重丈夫，正官的力量就越强，正官的力量越强，七杀的冲克力量就越弱。这就是命理上所说的以正压邪。风水上也有类似的道理。风水讲左青龙，右白虎，青龙代表男主人，白虎代表女主人。一个家庭的风水好不好，关键看青龙和白虎是否平衡。如果白虎太强，青龙太弱，这个家庭往往女强男弱，容易出问题。如果青龙太强，白虎太弱，这个家庭往往男人太霸道，女人受委屈。最好的状态是什么？是青龙白虎各安其位，互相配合，互相尊重。你看，无论是易经、命理还是风水，讲的都是同一个道理，尊重是婚姻和谐的基础。你要是不信，你可以去观察那些幸福的夫妻，他们之间一定有一种相互尊重的氛围。再去观察那些不幸福的夫妻，他们之间一定缺乏尊重，要么是一方太强势，要么是双方都在互相贬低。庄子里讲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于江湖。很多人误解这句话的意思，以为庄子是说两个人不要在一起，其实不是的。庄子的意思是
两条鱼在干涸的水里相互吐沫润泽，看起来很感人，但不如各自在大江大海里自由自在，引申到婚姻里。就是说，两个人如果没有相互的尊重和空间，即使天天腻在一起，也是一种煎熬。不如各自保持独立的人格，反而能更好的相处。这就引出了我要讲的第3个关键字：独立。独立是现在很多人都在讲的一个词，但是大多数人讲的独立都是表面的独立。什么是表面的独立？就是经济上独立，有自己的工作，有自己的收入。这种独立当然很重要，但这只是独立的第一层。真正的独立是精神上的独立，是你有自己的思想，有自己的判断，有自己的人生追求。你跟另一半在一起，是因为你选择跟他在一起，不是因为你离开他就活不下去。这种独立才是最高级的独立。从八字命理的角度来讲，一个女人如果命理身强，她往往比较独立，有自己的主见；如果身弱，她往往比较依赖，需要别人的支持。但是你要注意，身强不等于好，身弱也不等于不好。关键是要平衡身强的女人。如果太过于独立，不懂得适度依赖，她在感情中往往会让男人觉得被需要。身弱的女人如果太过于依赖，完全没有自己的主见，她在感情中往往会失去自我，活得很辛苦。最好的状态是什么？是身强而懂得示弱，身弱而懂得自强，这就是中庸之道。我跟你讲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故事。李清照跟她丈夫赵明诚是历史上有名的恩爱夫妻，他们志同道合，都喜欢收藏金石书画。两个人经常一起研究古物，吟诗作对，感情非常好。但是李清照不是那种小鸟依人，离了男人就活不下去的女人。赵明诚在外做官的时候，李清照一个人在家照样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她读书、写词、整理收藏，日子过得充实得很。后来赵明诚去世，李清照遭遇了人生最大的打击。不仅丈夫没了，家里收藏的那些珍贵文物也在战乱中损失了大半。换作一般的女人可能就一蹶不振了，但是李清照没有。她一个人带着剩下的书籍器物，辗转流离，想尽办法保全丈夫的心血。后来她改嫁，发现嫁的人是个骗子。她怎么做的？毫不犹豫地上告官府，宁可坐牢也要离婚。在那个时代，一个女人敢告自己的丈夫是需要多大的勇气。李清照就敢，因为她有独立的人格，有自己的判断，她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不会因为世俗的眼光而委曲求全。你看她写的词，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，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。这是什么样的气概？这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灵魂。但是你要注意，李清照的独立不是那种冷冰冰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独立，她也会思念丈夫，写出莫道不销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这样深情的句子。她也会依赖丈夫，跟他一起研究学问，享受夫妻之间的温情。她的独立和依赖是平衡的，在幸福的时候，她可以小鸟依人；在困境的时候，她可以独当一面。这才是真正厉害的女人。从易经的角度来讲，有一卦叫蹇卦。蹇是什么意思？是艰难困苦的意思。
简卦的卦辞说：利西南，不利东北，利见大人，贞吉。这是告诉你，在困难的时候，要懂得找到正确的方向，要懂得寻求帮助。但最重要的是保持正道。李清照在丈夫去世后的所作所为，完全符合简卦精神。她在困境中没有迷失自己，没有随波逐流，而是坚守自己的原则和判断，这就是贞吉的含义。我经常跟来问命的女性朋友讲，你不要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男人身上，男人靠不住吗？也不能这么说，但是你要明白一个道理，任何人都有可能离开你，只有你自己不会离开你自己。你自己强大了，你才有底气去爱，你才有底气被爱。如果你把自己完全依附在另一个人身上，一旦那个人离开了，或者那个人变了，你怎么办？你的整个世界就塌了。所以我说，独立是女人最大的保障，但是独立也要有度。有些女人走向另一个极端，什么都自己扛，什么都不让男人帮忙，这样的女人让男人觉得没有存在感，觉得自己是多余的。时间长了，男人也会心生疏离。最好的状态是什么？是你有独立的能力，但你愿意适度的依赖对方，你让他觉得你是需要他，但你不是非他不可。你可以自己飞，但你愿意跟他一起飞。这种分寸感是需要智慧去把握。好，现在我把这6个字不争、尊重、独立给你讲完了，但是光知道这6个字还不够，你还要知道怎样去运用。从流年运势的角度来讲，不同的年份侧重点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今年你的运势里比劫比较旺，那你就要特别注意不争这一点。因为比劫旺的年份，人容易争强好胜，容易跟人起冲突。如果你的运势里官杀比较旺，那你就要特别注意尊重这一点。因为官杀旺的年份来自外界的压力比较大，你跟丈夫之间容易有摩擦，这时候你更要懂得尊重，不要火上浇油。如果你的运势里财星比较弱，那你就要特别注意独立这一点，因为财星弱的年份经济上可能会有波动，这时候你要有自己的经济能力，不能完全依赖对方。你看这6个字不是死的教条，是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。从合婚的角度来讲，2个人的八字是不是合适，也会影响到这6个字的运用。有些夫妻的八字非常合，天生就容易相处。这种夫妻只要注意一些基本的原则，婚姻就会很幸福。有些夫妻的八字有一些冲克，相处起来比较费劲，这种夫妻就更需要用智慧去化解。这6个字就显得尤为重要。但是你要记住，合婚只是参考，不是绝对的。八字再合的2个人，如果不懂得相处之道，也可能把婚姻搞砸。八字有冲克的2个人，如果能够相互理解、相互包容，照样可以白头偕老。关键还是在于人，在于你愿不愿意学习，愿不愿意改变。从居家风水的角度来讲，一个女人如果懂得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，对婚姻是非常有利的。风水上讲气，一个家里的气场好不好，跟家里的布置有关，更跟住在里面的人有关。女人是家里的主母，是坤位的代表。如果女人整天愁眉苦脸，整天抱怨争吵，家里的气场就会变得阴沉压抑。相反，如果女人心态平和，待人温柔，家里的气场就会变得祥和温暖。我见过很多家庭，同样的房子，同样的布置，但是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。有些家一进去就觉得舒服，愿意多待一会儿；有些家
一进去就觉得压抑，想赶紧离开。这不是房子的问题，是人的问题。所以我说，女人要想经营好婚姻，首先要经营好自己的心态。你的心态好了，你说话的语气就柔和了，你看人的眼神就温暖，你整个人的气场就不一样了。在这种气场的影响下，丈夫回到家里会觉得放松舒适，愿意跟你亲近，孩子也会受到良好的影响，性格会更加健康。这就是女人的影响力。从面相的角度来讲，一个女人的夫妻宫长在哪里？就是眼尾那个位置，叫鱼尾纹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如果光洁饱满，没有乱纹，说明婚姻运势比较好。如果这个地方有很多乱纹或者凹陷，说明婚姻容易有波折。但是你要注意，面相也不是固定不变，你的心态变了，你的面相也会跟着变。我见过很多女人年轻的时候夫妻宫有乱纹，后来学会了经营婚姻，懂得了这些道理，几年之后再看，那些乱纹慢慢就淡了，甚至消失了。这就是相由心生的道理。你的心境平和了，你的面相就会变得柔和，你的面相柔和了，你的运势就会跟着变好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有科学道理。你想想，一个人如果整天愁眉苦脸，他的面部肌肉长期处于紧张状态，时间久了肯定会留下痕迹。相反，一个经常微笑的人，他的面部肌肉是舒展的，自然看起来就柔和。从手相的角度来讲，婚姻线长在哪里？就是小指下面那条横纹，这条纹的深浅、长短有没有分叉，都会影响婚姻运势。但是手相跟面相一样，也不是固定。你的生活状态变了，你的手相也会跟着变。我跟你说，这些不是要你迷信命理，而是要你明白一个道理，命运是可以改变的。虽然每个人出生的时候八字已经定了，面相手相也有先天的底质，但是后天的努力和修为可以改变很多东西。易经最强调的就是变。易经的易字有3层含义：简易、变易、不易。简易是说道理其实很简单，不复杂；变易是说万事万物都在变化；不易是说在变化中有些根本的法则是不变的。这6个字：不争、尊重、独立，就是那些变的法则。不管时代怎么变，这些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是不会变的。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些实际的方法，让你把这6个字真正用起来。先说不争，你在日常生活中怎么做到不争？第一，学会闭嘴。很多时候争吵就是从句不经意的话开始。你看对方不顺眼，想说2句，对方也回嘴，你来我往，越吵越厉害。所以当你想批评对方的时候，先停下来问问自己，这句话有必要说吗？说了之后会有什么结果？如果说了只会让事情更糟，那就别说。第二，学会换位思考。为什么你总是看对方不顺眼？因为你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，你试着站在他的角度想一想，也许就会理解他为什么那样做了。理解了，气就消了大半。第三，学会延迟反应。当对方说了让你高兴的话，或者做了让你生气的事，不要马上反击，给自己一点时间冷静下来。也许过几个小时，你就不那么生气了。也许睡一觉起来，你就想通了。很多夫妻吵架都是一时冲动，事后想想根本没必要。再说尊重，你在日常生活中怎么做到尊重？第一，不要当众揭对方的短。每个人都有自尊心，
尤其是男人，特别在意面子。你如果当着别人的面说他这不好那不好，他心里肯定不舒服。即使你说的都是实话，也要选择私下里说，而且要注意方式方法。第二，给对方决策的空间，家里的大事要跟对方商量，听听他的意见，不要什么事都你说了算，把他当成透明人。即使最后做决定的是你，也要让他觉得这个决定是你们两个商量出来的。第三，肯定对方的付出。男人在外面打拼很辛苦，你要看到他的努力，肯定他的付出，不要总是嫌他挣得少，嫌他能力不够。你越是肯定他，他越有动力做得更好。你越是打击他，他越觉得自己没用，越没有信心。最后说独立，你在日常生活中怎么做到独立？第一，保持学习。不管你现在做什么工作，都要保持学习的习惯。时代变化太快了，你不学习就会被淘汰。而且学习可以让你的眼界更开阔，让你的精神世界更丰富。第二，有自己的社交圈，不要结婚之后就把自己封闭起来，整天围着老公孩子转。你要有自己的朋友，有自己的兴趣爱好，这样你才不会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家庭上，也不会把所有的情绪都发泄到家人身上。第三，有经济能力。我不是说你一定要挣得比老公多，但是你至少要有养活自己的能力。这种能力不仅仅是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变故，更重要的是让你有底气，有选择权。一个有经济能力的女人，她说话做事自然就有底气，不会看任何人的脸色。这6个字，真。尊重。独立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难在哪里？难在要持之以恒，难在要在各种情况下都能坚持。人都有情绪，都有脾气，都有忍不住的时候，但是你要记住，修养就是在你忍不住的时候忍住了，在你想发火的时候克制住了。道德经里讲，胜人者有力，制胜者强。能战胜别人的人只是有力量，能战胜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。你要做的不是去改变你的丈夫，而是改变你自己。你自己变好了，你的婚姻自然就好了。我见过太多女人总是抱怨老公不够好，抱怨婚姻不幸福，我就问她，那你自己做的怎么样？她往往说不出话来。很多时候问题不在对方，而在你自己。你把自己修炼好了，你身边的人自然会受到你的影响而改变。从因果的角度来讲，你种什么因，就得什么果。你在婚姻中种下不争、尊重、独立的因，将来一定会收获幸福美满的果。相反，如果你种下的是争吵、不尊重、依赖的因，将来收获的只能是痛苦和遗憾。佛家讲一切唯心造，你的婚姻是什么样子，取决于你的心是什么样子。你的心平和，你的婚姻就平和；你的心焦虑，你的婚姻就焦虑。所以修婚姻，先修心。最后我想说，这6个字不仅仅适用于婚姻，也适用于人生的方方面面。你在职场上懂得真、尊重、独立，你的事业会更顺利。你在人际交往中懂得不争、尊重、独立，你的人缘会更好。你在面对人生的起起落落时，懂得不争、尊重、独立，你的心态会更平和。老祖宗的智慧真的博大精深，易经流传了几千年，历经多少朝代更迭，依然有旺盛的生命力，靠的就是这些永恒不变的道理。我研究易经这么多年，越研究越觉得自己的渺小，越觉得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。
我把这6个字告诉你，不是要你死记硬背，而是希望你能真正理解其中的道理，并且在生活中去实践，知行合一才是真正的智慧。记住，女人的智慧不是用来跟男人斗的，而是用来经营幸福的。真正厉害的女人，不是把家里搞得鸡飞狗跳，而是把家经营得和和美美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有收获，就去好好琢磨琢磨，然后在生活中慢慢实践。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需要时间，需要耐心。但是只要你坚持去做，一定会看到效果。最后送你一句话，也是易经坤卦里的句话：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愿你能像大地一样，以宽厚的品德承载万物，经营好自己的人生，经营好自己的婚姻。